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你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五哥好，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路观察的，包括礼拜六的定勾 K 这样整个的活动。那整个活动呢，从不管是人数啦，包括在台上所有的呼喊的一些的口号，甚或蓝军到底挹注了多少人？你说有19立委，包括连张义善县长都在那里头诉求的，包括司法正义啦这些。然后当然你也看到标语里面有放人啦、赖清德啊、手标惩罚，类似这样所有这些。不过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那过程当中，当然陈佩琪一定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包括柯文哲前主席的妹妹柯美兰，因为在那中间深深呼喊着，希望能够让她的老公、她的哥哥能够回来。先让你看一段相关的画面来。今天，此时此刻，是台湾民众党跟所有的台湾人站在一起，跟赖清德这个独裁威权体制，跟现在打在自由广场上面的绿色恐怖宣战的一天。号召的人就是我，欢迎法务部啊，欢迎台北地检署啊，欢迎调查局啊，欢迎刑事警察局啊，开始对我侦办。我洗耳恭听啊，拭目以待。我违反了什么法律规定啊？太可笑了，真的太可笑了。8月30号那一天，检联兵分搜索了55多个地方，到我们家来20-30个，把我们家全部都占满了。他到我们家来，当然我知道他翻箱倒柜，他像蝗虫过境一样，他要找金流，结果找了4个月，让你们压了4个月。到最后的结论是某实地，然后他收走了我们家5个人，包括我的妈妈跟我过世父亲，我遗留下了一个能够怀念他的存折，全部被收走。我的哥哥柯文哲绝对没有贪污、科霸并为，请让阿伯回家尽孝。回家尽孝。好，最后那是透过感性的一个呼喊，可是前面在讲林涛昨天有礼拜六有去，对，有去嘛，对不对 ？OK， 我不知道其他人看，请问现在冠廷到底多少人？有时候15000，有时候因为现场喊15万嘛，是对，现场喊到底多少人？没有啦，相信警察局的估算嘛。台北市议员钟小平打给市警局估算，下午的时候7、8千，到晚上的时候1万多。那但最后他们是喊15万嘛？对啊。但用了一个很有技巧的讲法，叫做线上线下加起来15万。我第一次听到这种算法。我讲一下那个业界行情啊，业界行情就是蓝绿或各个政党办活动。一般来讲是现场的人乘以2到3是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就是说我今天现场有3000人，正常一点喊我喊到1万5、6千啊，但是夸张一点喊个1万，但是你不会乘以15，1万人喊成15万。那说真的，我客观讲当然很多人大家讲说，哎呀，你碰轰啊，人没有这么多，但实务上来讲，以民众党全力的动员。动出1万人，老实说，黄国昌没落亏啊。因为民众党的动员能量本来就不强嘛。当然，背后有很多动员的痕迹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立委王义川他弄到的一个民众党内部动员的分工。所以第一个，他们有动员游览车。你说像张志豪台北啊、新北陈世轩啊、基隆、桃园、新竹等等都有动员，几车。抓多少人数？所以第一个有动员车子，第二个呢是国民党看的也蛮多人有在现场的，你看林涛兄就有在现场嘛第三种人就是反串的啦，四叉猫等等，所以大概现场有这3种组成，民众党大力动员，国民党情义相挺，那有一些是去反串的，但是我搞不懂的事情是我觉得我们都要为历史负责，就是你任何办任何活动之后，人多人少一件事，但现场你诉求是什么？10年、20年之后，大家回来看这个影片，看这个画面。要搞清楚你在干嘛嘛？说真的，这个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画面的呈现啊，就是说你最后的背板上面打着一个赖清德，没有任何的诉求的字眼，然后下面就一排民众党的人向那个民众鞠躬。这个画面被网络上哭手很多，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会不会有人讲说，感谢赖清德带领台湾走向世界，民众党鞠躬致谢，民主代言人正义的化身，民众党全体向赖总统致敬啊！有人讲那个赖清德、萧美琴自由广场。
谢票感谢晚会，Team 台湾挺台湾，这网友做的。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因为现场的诉求，其实老实讲就是司法嘛，替柯文哲讲诉求。可是其实现场的画面居然没有柯文哲，现场画面居然变成赖清德哦。这第一个我觉得可以讨论的点。第二个点就是说，现场我们知道他线上线下加起来，现场可能1万多人，线上好，就算你全部把人都加起来，有10几万人。老实讲，线上看的人数也很不少哦，10几万人能够同步在线，线上当然很棒。可是现在被抓到一个小毛病，这个毛病就是说他疑似，而且老实讲了，业界的看法就是这就真的有灌人数了。这灌人数在哪里？就是说，国人他们发现。他现场突然在了下午5点多，本来预计黄国昌要上线的时间点，人数突然的暴增，而且那个暴增的幅度是远远超过正常人慢慢往上状况。比方说，我只有开直播嘛，我可能今天线上有1000多人，一开始开200、300、400、500、600往上啊，突然会有往增加，比方有台突然关，突然收播啊，灌过来，可是会有一个原因嘛。但有趣的地方是，人数的高点1万，就是同步线上1万多人的时候。居然是在张立善致辞的时候，张立善我没有说他不好，但是张立善再怎么讲，应该不是什么网络上面的，他有网军吗？许哲斌是对，但是我说网络人气，不会觉得说张立善是网络人气很高的人，所以现在他们一对发现，不对，依照本来的 schedule， 这个时间点是黄国昌要上台，所以现在被质疑一件事情。黄国昌为了显示出自己高人气，然后把这个网友灌在他本来要上台的时间，可是后来因为他还没上台，灌到张立善啊，所以那个蓝白真的蛮好的哦，帮张立善的人气加持。这大概第2个大家看到的点哦。第3个是我有意见的点，就是说其实前面这些都是插曲啦哈，描述给大家听，但关键是晚上6点活动结束之后，黄国昌居然做一件事情是带领部分的小草去冲赖清德的官邸。包围住之后，然后讲说我们可以冲，只是我们没有冲。然后今天呢就变成个人秀连续烧3天嘛。到今天立法院这个司法法制委员会，因为大家讨论说这到底是不是施压司法，就是钟嘉宾委员排的一个议程嘛。黄国昌在台上直接就呛瞎法务部长郑明谦说，我们这样子合法的陈抗到底有没有罪啊？要郑明谦讲，拍谁我们所有知识的观众朋友。请问哪一个法务部长会在现场对个案讲说有没有罪？所以郑明谦就讲了，我们不干预，我们不去评论，然后呢，有没有罪要个案论定。可是黄国昌很坏啊，这一段影片被网络上小草们怎么讲？你看，连郑明谦都不敢说这有罪，所以你们说这样子包围施压司法是不对的。我说真的，今天比方说有人去告说黄国昌这是恐吓罪，当然司法就会办有没有嘛？可是你最后找一群人去包围的对象，居然变成是赖清德的官邸，拍谁？我就讲，我呛你不敢了，你有本事就冲冲看，你冲了，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下场跟后果？我们群众运动都知道，把人带上街头不厉害，让人可以平安回家才厉害。你觉得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台湾，你去冲总统的官邸，最后这些人不会付出代价吗？当然不会。那黄国昌他也知道，如果真的冲了，他最后一发不可收拾，他最后要遭受很大的副作用力，所以带去了我没有要冲，然后今天把它变成是一个缩水的对象，我觉得不好了。冠霖是，所以你刚才讲法一直说黄国昌知道，而且他一定不会冲，不会冲，可是一定要做足那样一个态势。是，那做那个态势的意思是要把现场带到最高潮吗？是。你不要开玩笑，因为冲官邸，我记得这不是第一次讲嘛，那时候也有过程当中，也有人讲说，要不然我们冲总统府啊什么。是，当然后来，而且我记得那次还是黄国昌讲说，大家不要激动，不要冲。对，这次他知道他一定不会冲，可是他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态势做足。对，因为当时如果现场你看的话，包括今天的媒体，那个警方是如临大敌，就这时候要赶快调上百的警力或什么。黄国昌为什么要把整个高潮点带成这个样子？因为他是英雄啊。他是让民众党最后还有希望的最佳男主角啊！这个秀玩了几天，1、2、全部都在讨论黄国昌，这是他要的。我要讲，我们客观来评论这件事情很多人觉得人数不够，然后在笑他。可是黄国昌能够动出1万人，柯文哲可以吗？过去几个月的时间，柯文哲动不出这个人数啊。这是他至少能够维持出一个民众党，我动得出1万人。可是民众党自己也要想清楚。变成黄国昌掌权走极端之后，跟1年前当时柯文哲还没进去，他们发动那个凯道的大游行，大家还记得吗？对，人数是有落差的，很明显比那个时候少，可是比大家预期来的多。那黄国昌他把张力盯到最高点，我为了柯文哲，我连赖清德的官邸我都能冲，然后他要的就是黄国昌现在的支持者支持的pool
当然还是比柯文哲来的小嘛，还要让柯文哲支持者转到他的身上。表态他是挺柯文哲的力道是他主要的原因。范老师，其实说实话，群众是非常激动的。你在任何时候带头，尤其像那样一个场合，又呼喊着柯文哲要让他回家尽孝啦，很多这样一些词，或是有一些本来就是不满的，那里面的组成很多啦。我相信包括对民进党执政、对赖清德不满都有。可是当你一喊完这些，包括要去冲官邸或者，然后今天上午在法制委员会质询的时候，黄国昌有一个重点，他就直接跟他们讲说，定勾机我号召的。你看到的那些我号召的，所以所有这些来讲，就是黄国昌已经定调，他能够号召出这么多的一些人，冲与不冲与否是他说大家不要冲，我们不是不敢冲，但是你是不要冲，一切进退，所有的都是在黄国昌掌握当中。其实大家当初一直不晓得这个名字为什么叫定勾机啊？定勾机是单挑嘛，单挑嘛，可是你们看起来是群众运动，后来终于知道定勾机就是黄国昌对上赖清德，其实大家当初一直不晓得这个名字为什么叫定勾机啊？定勾机是单挑嘛，单挑嘛，可是你们看起来是群众运动，后来终于知道定勾机就是黄国昌对上赖清德，所以黄国昌把这个事情，包含柯文哲的案子，全部都给他无限上纲到是赖清德。赖清德指挥法务部长，指挥检察官，然后把柯文哲压起来，然后做政治黑牢。我不晓得。这个我蛮失望的啦，因为我认为台湾一般民众不太可能相信说，我们今天台湾司法没有独立，司法还被政治所这个影响啊，或者是受蓝绿所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桃园市长郑文灿也被收押啊？对不对？也被侦办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种讲法，我觉得已经是在刚刚解严时期，你可能讲大家还会相信啊。那这个时候讲，我不觉得他有煽动力。那我觉得就是。他就要凸显第一个，我就是拉高层次到赖清德。你看他之前在那个总统大选，他也说要找赖清德辩论，因为过程当中有多少人找黄国昌辩论，他都不要，对，都不要。阿苗啦什么，不要多少人要辩，他都不要。对，但是他指明一定要跟赖清德辩。对，他现在终于把他跟赖清德拉在一起。对，他就是要提高他的那个位阶跟他的政治的含金量嘛。当然，我觉得礼拜六那个活动就是黄国昌的起手式嘛，就是他要接这个党的大权嘛。可是我认为，就是因为他的底气不够。所以他要讲这些非常极端的刺激的言论，就像说1976年毛泽东的时候快要往生前，他找了谁来当接班人？华国锋。那华国锋在党内的资历很浅，怎么办？就必须要完全依照毛泽东的为他为尊嘛。所以毛泽东才写了一个纸条，叫"你办事我放心"，就把正当性给了华国锋。可是毛泽东死后，华国锋立刻就被斗倒了，就被邓小平这些改革派斗倒了，就下台了嘛。那我觉得今天黄国昌他既然说我们要去冲这个赖清德的官邸，我是觉得好像那个什么这个1789年的这个法国大革命啊，要冲巴士底监狱，对不对？就解救那些关在里面的这些政治犯，这真的要这样搞吗？他们的口号都是赖清德放人，赖清德放人。我觉得赖清德他今天难道也下个特赦啊，给柯文哲吗？也没有，因为他没有审判还没有完毕嘛，也不可能嘛。而且今天的司法怎么可能说是赖清德说了算？这已经回到了两蒋时期耶，这司法不独立的状态。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整群人那么年轻，而且在场很多这个年轻世代，我真的觉得你们。脑袋可不可以清醒一点？还是已经变成宗教化了？他们没有办法判断。那我会觉得，当场还有20个国民党的立委，这都是年轻的。他们没有判断能力吗？他们这些讲的话，你们相信吗？所以我觉得什么廖先祥啊、刘曲婷这些人，我觉得他们可能想到现场去寻求一些年轻票，因为我们知道国民党的支持者都是年纪大。昨天这一场，礼拜六这场的确有年轻票，可是我觉得国民党要想的是，为什么这些人不会挺你国民党？你国民党应该去吸引他们嘛？你们来支持我们这些国民党的徐巧芯啊、叶元之啊，你们出来反罢免啊？可是没有，我觉得他们这些年轻人，他们只是挺阿北，他们没有挺国民党。我觉得国民党要思考的是，你们这样下去，你们到底去的目的是什么？不要忘记，柯文哲是谁检举的？是你国民党的这个你要把钟小平拉出来，游淑慧啊，对不对？那你们的立场到底是什么？难道你们是反对游淑慧？你们是痛恨钟小平？你们怎么不可以搞阿北？
你们是站在这个立场吗？我找人跟你对口来，林涛。那包括昨天礼拜六去的时候，他和解了，对，我知道和解。礼拜六去的时候有看到19个国民党的委员，包括张先山县长。然后媒体上也看到你跟陈志涵两个，陈志涵说啊，那时候是因为怕总统输了，然后政党票也输了，所以啊那时候他们真的太急，意思就是他们根本不应该把蓝白合搞破局，虽然太晚了，但是好歹为未来奠下一些基础嘛。蓝白之间未来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等于算是非常紧密的结合吗？这所有的过程，刚刚范老师有多少的不理解？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些讲的，然后年轻人你们都信吗？国民党你们信吗？有没有跟？其实刚才范老师提到，我先从范老师最后一点提起哦，就是他讲说，国民党不是有一些台北市议员去检举这些案子吗？但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去检举这个案子，不代表司法在审判的过程中可以如此高度针对性跟不公平的状态嘛。所以我们针对是后面这个公平审判跟司法正义的部分要来检索。那你如果要回头看台北市议员，他当然秉持他自己的职责，所以中间是没有汉格。那我必须讲，因为那一天5哥那一天大概2点是游行开始，可是我1点40就观察，我在中纪念堂第5号出口那边看，结果我们去的时候，大概原本中山南路只有慢车道，那我们其实在通过的时候就已经很困难，因为人都渐渐进来。后来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整个中山南路的快车道也全部塞满。所以我觉得说，今天当然不管是青鸟还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各自在评估自己游行的人数，有的会加灌水，有的会加几倍都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单位自己都会加。青鸟2000人，他也喊到破万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回到这一场活动是，你有没有觉得？比你的预期还人多一点。我说真的，我走上街头的时候，我感觉比我预期的还多。那这就是我真实的感受嘛。那预期的人数为什么这么重要？原因是这代表是台湾民众党能不能拿这一场游行当一个火种，未来还继续有政治的前途走下去。我认为这一场能量是有的，而且可以继续走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那个现场，我们后来到这个前台跟民众党的这个秘书长周瑜修打完招呼之后坐在那边，后来黄国昌来跟我们打招呼，你就可以看到，基本上这个蓝白对于司法正义这件事情，在现场是合在一起的。那现场当然是还有19位立法委员，包括谢龙介，他讲得很慷慨激昂，觉得他没有监督好赖清德，让现在司法变成如此。然后呢，又有我们的张丽善县长。比较，我觉得有一点点悲壮的那种演讲的味道，走上去来演讲，因为他讲是他自己在选举的过程，后来说是不是有什么前调查局的官员，然后讲说他有没有做票的问题，他讲他自己那一段嘛，他讲自己的心情，所以他讲得很激动嘛。那我从中央5号一路走到自由广场的牌楼的前面。我感觉，因为我本来预先想说，如果我去之前，我会想说，去小草会不会对我是比较不一定友善的啦，或是说会有1、2句大家来来往往。结果我说真的，小草对我的眼神是觉得还算温暖，就是说，其实，在这么冷的天，然后国民党愿意在最惨的状况之下，你还走上街头挺他们，其实他们是这种情绪，而不是说过去的纷争。那其实我觉得也关心到某种程度有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现在的林炳文300万交保。大家会来对照啊，到底司法的公义在哪里嘛？因为林炳文拜托他牵扯这么多案子，他怎么可以就这样？结果这民签只有一句话说欢迎回来投案，那你积极的做法在哪里？民众的感受是如此嘛？所以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台湾民众党的高层是有想清楚的。他在游行的前2天，由陈志汉接受这个蔡正元委员的专访，直接讲出来了。他们当时候没有蓝白合，是因为担心在选举的过程中政党票崩盘。所以呢，当时候他们没有那么有经验，所以做了这个决定，他向外界致歉。我觉得这代表说，有一些蓝营的支持者心中纵使对于司法正义非常慷慨，可是想到蓝白合，他不愿意站出来，所以他在前2天把这个结解了。你也可以看到蓝营的立委、蓝营的支持者上街的时候就非常自在。党中央是由江俊廷副秘书长代表朱主席带我跟这个杨志宇的发言人一起参加，大家都很自在。为什么？因为蓝营的支持者看到他们致歉了，所以愿意把这个结放下来。所以当现场我直接的反应是，如果大家问我说蓝白已经放下去过去了吗？我只有一句话，我们真的翻页了。OK， 所以在这个翻页的过程中，就是你会接下来未来嘛，就今天早上朱主席也对外直接讲嘛，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在司法正义、公平审判这件事情绝对是站在一起。林涛已经蓝白当初那一段已经翻页了，我知道他们接下来一定会有人想问你，你跟黄珊珊翻页了没？
其实五哥现场就有媒体问这个这一个问题，但是我没有回答，真的我没回答。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跟黄珊能不能翻页，其实在一个关键点，什么关键他在他身上。因为当时我们检验他，是因为他破坏蓝白合嘛。如果他今天站出来说，未来蓝白在司法正义部分我们站在一起，那我说真的，那我可以公开喊话，我跟黄珊珊也翻页了。可是前提是你要对外讲出来。人去，林涛讲的时候，他没看到你。对啊，然后或者他们这边都看得到，你一直头摇得跟个拨浪鼓一样，然后你刚刚还嗨了一声，大叹一口气，你叹什么气？他讲的林涛刚刚几个重点嘛，看那个样，包括第一个有没有比你预期的人数多，第二个是不是表示未来他们可以走得下去，第三个蓝白之间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尽释前嫌。不是啦，蓝白合破局这件事情干林涛什么事？你叫侯友宜出来讲翻页看看，他才是主角嘛！你们国民党这一堆人，妈选也不是你们在选，被玩的也不是你们没玩，被骂的也不是没有，让6%是你们吗？不是，是侯友宜，叫侯友宜出来讲。侯友宜能不能翻页？侯友宜翻页，我们再来谈嘛。有啦，侯市长他去年年初就已经出他翻页了，他翻脸比较快。他不是翻，他翻车了。过去他愿意放下来。我这样讲啊，不好意思啊，林涛。现在证明。不管民众党的制度是几%，真传媒做大概就8%、9%、10%这样子啊，然后其他媒体大概12、3都有啊。不管几%，国民党都想要，就这么简单嘛。这几个去站台的，要么就是未来要选举的，不嘛就是可能有被罢免压力的。说实话，在那个当下讲的跟天花乱坠，哇，支持司法是这样。来，我就问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就持平的问嘛如果今天柯文哲这个东西是因为绿营的威权导致柯文哲遇到这个状况，赖清德你真的厉害，端木正、谢国良、沈庆京、应小薇、妙天、嘉义大善人李文忠、李文娟，长期是由赖清德派来在那边卧底的，终于逮到一个机会，拿钱的拿钱，收钱的收钱，拖着行李箱的拖着行李箱。今天喊说这个柯文哲就是被迫害，来，我就问一下，请问谢国良是民进党派去的吗？今天喊说这个柯文哲就是被迫害，来，我就问一下，请问谢国良是民进党派去的吗？林涛，不要假装看手机。不是，因为我觉得还是在一个核心，柯文哲主席的案子他自己要去面对，但是违反侦查不公开，然后有高度差别待遇的事情还是要面对嘛。刚才有人提到郑文灿的案子是被压了7年，他被压了7年，2024年才重启办案，柯文哲是有人，然后马上4个案这个羁押，然后后面还要羁押到4月1号，这个动态是如此啊。我赞成。柯文哲的案子里面，我如果没记错，有一个检察官叫做吴宗宪，现在在国民党里面当立法委员。没有郑文灿了郑文灿的案子，他当初办过的，对嘛？有一个检察官叫吴宗宪，现在在国民党里面当立委，请他说出来，他当时为什么案子他压？他敢讲吗？他不敢讲嘛。所以我就讲，这个东西可以持平讨论就是觉得司法正义，我当然赞成啊。我也觉得司法是有很多要改革。我跟这个五哥曾经讨论过嘛，我们为什么保护被告不保护证人？把名字、证人名字都写在上面，然后谁作证讲的什么话，大家都知道原来就是你在作证，哈哈哈。就我当然觉得也要改革，可是你看昨天那个礼拜六那一场，从头到尾夯不啷当讲的都是柯文哲，那你用个案出来讲，像我刚刚举的这些例子嘛，就因为这些人是他们都坦诚有送钱的嘛，有钱不知道去哪里的啦。连柯文哲，你到底有没有拿谢国良的钱？你看笔录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啊，就是找了邱佩玲拿了200万之后呢，然后在北市府市长室交给柯文哲，柯文哲拿了之后还拿去记账，结果柯文哲被问到的时候，他说什么？柯文哲这个更可爱啊！检察官连续3次拿了邱佩玲的笔录，说你都对他不否认，所以你承认有吗？检察官这样理解是否正确？柯文哲说，如果邱佩玲说我有，那我就是有。那你要跟我讲说他被迫害的，我不懂啦我不懂，除非这一段也是检察官编进去的。所以我就讲，就说
刚刚在讨论说黄国昌会冲那个官邸嘛，大家真的不要想太多。黄国昌是往后想3步的人，他曾经公开讲过嘛，如果有一个地方我冲了可以救柯文哲，我一定会去做。但是因为我凡事都会往后想，所以我就是这些事情你就看得到，就我其实认为可以支持柯文哲，我其实没有意见哦，就是因为一定会有人觉得就是柯文哲受冤枉，我觉得台湾社会就是这样。那问题是，如果今天要站在这个论述跟立场上面去认为柯文哲是遭到司法迫害，你最少要把司法迫害这件事情讲清楚，到底什么被司法迫害，甚至包含到刚刚那个画面最后一个、我看了我也感动，你知道吗？让柯文哲回家尽孝吧，我也觉得 OK 啊。那长孙柯志尧要不要回来尽孝？我不懂，就你看到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两面的，它也是一个双重性的标准。柯文哲对他父母，我从不怀疑。我讲过说，我从不批评长辈，因为长辈爱子女嘛，他觉得儿子最棒，儿子最帅，儿子不会贪污，我都觉得 OK。可是当你今天在那里高喊说，哎呀，柯文哲就不能回来，柯文哲不能尽孝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所有人的质疑都一样。那柯志尧这一段时间在干嘛？他一直在海外，他也没有想要回来。而民众党说柯志尧这些人不回来，不回来，原因是因为一定又会被迫害，又会被抓起来。他到今天，柯志尧连身份都，我现在讲身份是，他也不是证人，也不是被告，也没有被检察官传。你到底哪一个依据认为柯志尧今天回来就一定会被迫害？而且陈佩琪被传了3次。也没有啊，他一样站在那个台上啊，他一样在那边喊，然后一样就说我已经隐忍很久了，我觉得我要说出来，对不起，在你隐忍那段时间，你还召开了一个不知道是公开还是不公开的记者会，把一个都全部都他妈掏出来，然后大家也都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用这个方式？所以我就讲，就说可不可以讨论司法该改革？可以，但你长期以来都不讨论。你只有到柯文哲的时候拿柯文哲来做例子，那你跟我讲，你这个针对性也会太奇怪了。应该不是吧？没有，就是司法改革还是救柯文哲，很清楚吧？这是为了声援柯文哲嘛。那如果要司法改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讨论很久啊。就像我们可以选美国主任检察官选的，我去选完之后把傅昆萁啊、马文君抓起来，个人期待，就是说不是，这不能这样讲，因为都要有证据嘛，犯罪要有证据嘛。我回来讲可是他们怎么处理？我们讲黄国昌个人怎么处理司法改革？就预算乱砍嘛！上礼拜五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五哥，台北监狱他说狱政败坏里面有狱卒啊，有看守所的那个狱政人员贪污，所以我要把1900万的行政费砍一半，砍1000万。可是他完全不知道一件事情是，都在矫正署底下，行政费砍掉之后，行政费可能会匀支啊。所以最后结果是什么？台北看守所以后可能会没有热水可以洗澡，那可能害到柯文哲。就你觉得你砍这个矫正署的预算，你就可以司法改革吗？那第二个。他说那个最高检因为没有处理好侦查不公开，然后要砍一半的预算，49%最高检的49%预算全部砍掉，原因侦查不公开。我说真的，邢太一早讲的话我听得下去啊。邢太说，你怎么确定一定是我们？这个案子有律师、有法官、有司法警察，当然有检察官，你要有证据啊！当然他们检察一体嘛，高检署应该要督导这事情，可是你怎么能够？就是完全没有证据，检察官，我退一万步讲，黄国昌，你敢确定《镜周刊》写的所有新闻都是检察官给的吗？没有法院给的吗？没有司法警察给的吗？没有同案的律师给的吗？我跑过社会新闻嘛。那你现在锁定一个目标，就是检察官。为什么？拍谁？我讲结论，黄国昌欺善怕恶，因为接下去柯文哲的审判在法官身上，他不敢骂法官。现在检察官已经没用了，检察官已经调查完了，起诉书写了，我不用理你，就对手了嘛。我跟你是2兆了嘛。所以你是因为人才决定事情嘛？我真的觉得看到这个，我真的觉得很不忍心啊！你看这陈佩琪在这边啊，这是柯美兰，不忍心。柯爸病危请让阿北回家尽孝。我就觉得这个是回到我们那个美丽岛大审啊那个时代才会有这种悲情出现。我记得那时候张俊宏被关到里面，对不对？然后他的太太叫许荣淑。也是一样啊，出来哭嘛，我先生被关了，被蒋介石关了嘛，然后那个美丽岛事件是国际认证的政治审判那个是连美国国会议员都在关切的那我问你，你是不是要去美国国会黄国昌去作证，请美国国会介入台湾的司法？是要这样搞吗？昨天的所有很多的标语都是英文双语的，对，中文跟英文。可是你觉得国际会这样认为吗？不可能了嘛！我们这个美丽岛大审是几十年的事情啊。对，40-50年前那个时候有那个氛围，可是现在还在。我必须要讲，这叫傻狗，我不忍心啊，因为我真的不好讲，这种是在消费
柯爸。我觉得这个一般民众，我觉得在那个戒严时代，司法不公，党国体制介入，军法官担任审判，而且都是送军法审判。那个美丽岛是送军法哦，不是送一般的。你可以这样喊，国际上是会支持的嘛？你现在什么时代了这样做？而且礼拜六是高院的法官驳回他们的抗告，前2次是高院法官发回说，请地院法官再裁，你们再看卷。高院法官是站在一个比较超然的立场，请司法法官你们去处理。这一次是高院法官直接驳回。我问你，我们的这个法院跟检察官对这个彼此的对立，不是现在才有，早就有了。你的法官3次审查，你还说这次有问题？那我不要讲，你是一次打脸3个地方法院的法官，还有高院法官。我觉得这个对柯文哲的司法是毫无帮助。可是刚才讲这一段，慧珍，你不可讳言。过程当中那个激情有在诉诸司法要改革，然后有不正义。林涛刚刚特别讲，他们在乎的就是包括侦查不公开，很多这一部分。那也有很多是喊阿贝要放人嘛，一定有你光看现场，连标语都有很多是这样啊。尤其这一段拿出来，那是要把包括要让你慷慨激昂的部分，然后这一部分就是要让你觉得阿贝的爸爸，大家当然都希望柯爸能够身体能够健康，但是显然这一部分就已经要诉求到，这时候你还不让阿贝回来。可如果这时候再回来，我当然你也知道司法就是这个样，如果每一个都是这样诉求的话。那未来该怎么做？第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当然希望老人家身体就是健康。对啊。那现在是他们说柯爸病危，那我是觉得，如果说现在已经慢慢就是比较稳定了，其实这种话最好不要讲哦。老人家有时候是不太适合讲这种话。那第二件事情是，如果说就是你家里的老人家发生了一些重病，结果你这个有犯罪嫌疑人，你就应该不能被羁押。那这样子代表着我们的法律是有假期的，对，这样也不对啊，法律应该是没有任何假期的。假设真的发生了让人家就是令人惋惜的事情，其实我们的法律还是会让你出去去看最后一页，这是一定的。再来第二件事情，阿伯现在被羁押这么久，阿伯有囝呢，柯爸爸有孙呢，大孙就重要的呢，那你大孙有没有回来叫过阿公？没有啊，大孙在抖，一会在美国，一会在芬兰，然后一会在玩那个社群的配对。大孙有把阿公的这个身体健康放在心里面吗？看起来好像没有啊，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客家人好像那个标准哦，感觉上对外面的觉得说啊，你看啊，我的爸爸都生病了，你怎么还把我老公压着？但不对，那你的儿子还在国外，还在那边弄溜嘞，还在那边到处玩，你怎么不叫他回来替他的父亲向阿公来尽孝道？慧珍，我们讲白一点，好了，第一个真的很诚心的希望柯爸的身体能够恢复健康。是，他们这已经弄成一个标语的哦，一个大布条，而且很多旗帜。好，对，他们一定很清楚知道，不管任何状况，不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让你回家去看爸爸或者。大家应该心知肚明。对，黄国昌知道，陈佩琪他们一定也都知道，柯美兰也都知道，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布条拉出来。为什么？就是他就是要让所有的小草，对啊，让所有的小草看，你看这个政府无情到这种地步，是不是吗？是。但是大家都知道，不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中华民国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都不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说让你回家去尽孝。对，因为你父亲是有可能恢复健康的啊。对，所以这种状况之下，一定要写出来。显然诉求的就不是法律层面，你们让柯文哲出来，而只是让小草知道这个政府有多无情，就是这样嘛。而且有一点那个意味是在于说冤狱，而且还让他们父子有点要永隔的那种地位在。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没有人在诅咒自己的长辈的啦，所以这种是不适合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是，那回过头来，如果阿伯从头到尾都没有涉及法律的一个违法的事件的话，他今天怎么会面临到被羁押的一个状况？如果阿伯从头到尾都没有涉及法律的一个违法的事件的话，他今天怎么会面临到被羁押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怎么会为人的病邓来供？那第二个状况，其实我觉得那一天哦，在这个小草这个整个会议，多少人不是重要，而是谁有上去，谁没上去，谁说了什么话。比如说像我就发现，我们的林涛兄，那一天跟他们的互动的很热络，说跟陈志汉2个人，对啊，互动很热络，而且还有远远的2个，还有在同一个框里面，你知道吧？然后呢，而且那个陈志汉除了接受蔡正元访谈的时候有道歉 say sorry， 然后甚至在当天他又说了一次对不起。陈志汉战狼小姐姐什么时候你看过她说对不起过？连96011010那个东西有没有？那个数学变成96万，她都没有说过对不起所以她什么时候会说对不起？现在竟然因为林涛开始 say sorry， 这代表什么意思？现在新的领导人谁？这个黄国昌上来，黄国昌上来之后，是我认为是黄国昌就比如说刚刚讲的，你跟黑代级洗个门风啊 ，say sorry 啊，不爱刚回击嘞，所以陈之汉才会在那个专访的时候讲出这样子的话，而且讲一次不够，还要讲2次，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新的领导人黄国昌就是明显要那个跟蓝合作嘛。那你们之前一直给人家什么5%、6%、3%、几%的，把人家侯友宜趴在地上这件事情，爱刚回击嘞，所以陈之汉回了陈之汉就可以再跟我们的那个林涛对话。结果黄珊珊没回啊，黄珊珊没有洗门风啊，所以黄珊珊在舞台上致辞的时候被拉黑屏然后呢，更不用说蔡壁如，连上台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一场活动代表着，事实上黄国昌已经定于一尊。那我觉得好。至于蓝营的人，包括林涛啊、张丽善啊，然后叶元之啊，这些人为什么要去这个场合？很简单嘛，有的人像叶元之，就是所有人要罢免，不管大罢免、小罢免，名单上第一名一定是他嘛，因为不是他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赢太少。那他为什么要站在那个场合？当然就是希望黄国昌他们那一种，因为他2000多票，这些人如果可以支持他的话，可以让叶元之不要被罢免。另外一个状况是什么？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现在蓝营把白银当副品牌经营。你知道，就是名牌有一些，比如说 Max Mara 很贵一个10几万，摩兰我也可以，没关系，我们有年轻品牌什么 Max Mara Weekend 龟板扣那个小资族看还可以去买，所以代表着蓝营知道民众党的人散掉了之后，他会去投给谁？可能投给民进党，所以他要让民众党的这些年轻人还存在，但是整个民众党是唯我蓝营独尊，所以变成把民众党视为是蓝营的一个年轻品牌、副品牌来经营。OK， 其实不是，为什么？因为你去看这个小草，看到他们原本的柯文哲跟台湾民主党被欺压成这样，你觉得他还有可能投民进党吗？所以我们不会用这样子的利率，然后把他们 hold 在台湾民众党。反而你看到小草这几天在社群写了，他说：“其实我们看到国民党在现场很多年轻世代，确实因为这一场，包括国民党小编变了之后，就变得很 aggressive。之后呢，现场很多国民党青年站出来了，所以他可以看到我们国民党自己是有年轻人来站出来，是支持这个公民运动嘛。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基调，不是说今天我们要把人吃下来，不是，我们是就要挺这个议题，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必须讲，因为现场除了刚才提到周瑜修，然后黄国昌下来跟我们互动之外，蔡壁如坐在下面。我们是蔡壁如看到我们，他是也很自然的互动。那旁边的小草看到我们互动，他也觉得说，这是很好的部分。那陈志汉我必须讲，因为陈志汉本来是在后台，他在台上在忙。那我们3个站在这边，他就站在下说，跟你们一一的致意。那我会，当然我刚开始看到他走过来，我想说，所以现在是要大和解吗？还是什么？因为我会觉得就是说，前面我已经提到了嘛，翻页了嘛。那今天陈志汉他走过来，他一开口说，谢谢你们来，他们也觉得很温暖。那 OK 嘛？我觉得这本来就是这个蓝白要翻页嘛。那很可惜黄珊珊没有看到他本人，不然我也觉得说，如果黄珊珊能够在现场跟大家好好的互动，为什么不要呢？而且说真的，刚才提到蔡壁如、黄国昌、陈志汉，或是我们，甚至我们被介绍的时候，前面小草是有掌声的。那很明显，那个直播调出来就知道有没有掌声，还是有一些人他是这个大家不以为然的。其实现场很明显的。将军，你自己系出国民党，
你看昨天的那整个场子是，然后这一阵子包括柯文哲这些事情，然后大家一路讨论到这样，都在盯着礼拜六那个订购机说的这些状况。你自己第一个当然是看人数的问题嘛 ，OK。但是大家讲人数多寡有没有超出你的一些预期，生活有没有比你预期超出很多。第二个，有人讲说那里面的人当然一定有铁粉、小草、铁草，那也有一些国民党的一些支持，胜或越深蓝的，搞不好是越挺。那这个过程，当然你看到包括张一山现场19个立委所有去，所以这一趴就代表着刚才林涛也讲，当陈志安跟他们致意，在媒体上就讲说啊，对不起，那是我们太没经验了，所以造成那样一些的结果。所以在未来，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在未来不管在立法院，在地方很多的地方，绿营就是绿营，蓝白基本上就是一个阵营。只要蓝白不执政，他们永远都是好朋友。真的啊，只要蓝白没有执政，他们永远都是好朋友。为什么？因为在野嘛。在野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执政，所以在野要团结，这是他们现在的这个立论基点哈。大家可以看这个人哈，上面是青鸟，青鸟是对执政党的吗？不是吧？青鸟不是对执政，青鸟是对在野党的哈。所以对在野党会有这么多人出来，我个人觉得才是跌破我的眼镜。可是这个整个1月11号小草，它是对执政党的哦。对执政党是除了支持赖清德、支持民进党的以外，都站出来才这样。我个人觉得。还可以更多，真的还可以更多，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年改我主持过嘛，年改就是呛执政党的，那个人比这多得多了。我说实话，而且年改很多上街头挺我们的人，他不是有退休金的，他不是有退休金的，所以我才说，如果是针对执政党的抗议，黄国昌还要再加油一点。那另外我再讲哦，黄国昌这次的活动要感谢几个人啦。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要感谢江河树。真的，江河树真的是毛起来了，对，20几辆游览车，先去深坑嘛，对，先让新北深坑的朋友赚一票，对不对？我没有给便当，我也没有叫他们出钱，我把他们带到深坑，叫他们买东西。你看深坑要不要谢谢江河树？20几辆车去，也不小赚一笔。不过深坑好像我都知道，深坑假日就很塞了啦，20几辆游览车上去会更塞。不过也好。让这个深坑的店家赚一笔，那江河树还不忘了穿着他的制服，告诉他是我江河树带的来人。所以说江河树是一大功臣，第二大功臣是谁？我告诉你，是云林县长张丽善。为什么？大家知道云林同乡会在全国各地非常多，那个人数超可怕。我在桃园去云林同乡会，那100多桌啊，都是100多桌。所以云林的乡亲，新北好像有70几万很多很多，记住好像有70几万，非常多。云林同乡会是非常大，全国各县市没有人敢忽视的力量。云林同乡会超强，所以张丽善做了云林县长，已经快要任满了。他到台北市这个地方来，而且他针对司法正义，他上来是有加分的。张丽善上来是有加分，所以叶元之超聪明，他不跟其他的立委一起上，他跟张丽善一起上。因为张丽善实力够强啊，张丽善乡亲够多啊。另外我告诉大家，张丽善上来的时候，你给大家看一下哦，张丽善上来的人数是增加最多的哦，所以表示张丽善的支持度是很够的哦。民众党的订购流量密码不是馆长啊，是张丽善县长。馆长，你没有张丽善厉害啦。段立刚才讲，冠你觉得那个会不会是时间排错的？但各方不同解读。不对，一定是张丽善县长。云林乡亲紧啊！我被于将军说服了。那个张丽善是新北市长国民党提名的第1人选，最强。还要经过一个人的加持才行哈。所以你看张丽善县长上台之后，直播的人数每分钟成长4286，我们是搞直播的，超厉害，怎么可能？比馆长还厉害啊！这里面等到张丽善上台的时候，下面的突然间暴增到10万人啊！这黄国昌上台才增加1万人，张丽善从7万多到10万多了，所以他是流量密码。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叶元之要选择站在张丽善旁边？为什么国民党的这个县市首长张丽善要来？我敢很大胆的预判，国民党不见得会提名张丽善选新北市长，但是黄国昌2026一定会挺张丽善。国民党不见得会提名张丽善选新北市长，但是黄国昌2026一定会挺张丽善，一定会挺他。黄国昌现在是什么主席嘛？现在是代理主席，未来一定是主席啦。黄国昌一定会当主席的啦，跑不掉的。因为你按照1月11号这种态势，
民众党内部有谁能与他争锋？蔡壁如吗？台都上不去，黄珊珊被拉黑，没有人了。黄国昌一定当民众党党主席。如果黄国昌当了民众党党主席，他公开表态，如果张丽善县长选新北市，我民众党不派人，会不会赢？国民党一定赢。张丽善如果在新北市获得了黄国昌的支持，张丽善在新北市一定赢。那相对的呢，如果你不派张丽善，那我黄国昌就出来选，那就不见得会赢。请问一下，我们讨论到现在，我们这一阵子从8月开始到现在，其实大家几乎都在讨论柯文哲。是啊，刚刚这一趴，我们今天从头开始到这一段都在讲黄国昌，我们大部分都在讨论黄国昌对转变了。为什么没有？大家没有人讨论柯主席吗？柯主席都已经被变成怎么样？抗告驳回，大家就这么现实了吗？对，民众党也翻页了，民众党也翻页了，因为黄国昌的时代来了。如果是柯文哲号召的，不见得有1月11这种成绩。但是黄国昌却能集合所有在野党的力量。但是我必须要呼吁一件事哈，很多人说司法不公，觉得是执政党在控制司法。可是却不怪钟小平跟游淑慧出来检举，他说，因为他身为台北市议员，见到有弊案，他当然应该出来检举。所以不管蓝或是绿，都公认了一件事：柯文哲这件事情，不管有没有犯罪，可是是弊案，是弊案就该检举。那钟小平跟游淑慧是对的。那我请问，我假设了，2024年当选的不是赖清德，是侯友宜，是国民党侯友宜当选。这个钟小平跟游淑慧一样会检举柯文哲吗？检举了以后，你认为如果侯友宜当总统，柯文哲就没事了吗？不会没事嘛，司法还是照着走嘛。那么如果现在是侯友宜当总统，柯文哲一样被起诉，今天出来抗议的民众党就不抗议了吗？他一样会骂嘛。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司法的问题，是柯文哲有没有涉嫌犯罪的问题。或者你刚才讲柯文哲柯主席算翻页了吗？那他现在被羁押到4月，那中间过程。小草难道就不再力挺了吗？不会吧？你刚刚看陈志汉都已经翻页了，好不好？当时陈志汉是力主柯文哲去蓝白合的，就他现在可以因为黄国昌的因素，而现在开始直接说对不起，我错了。我觉得这个陈志汉这个转变已经告诉你谁是未来民众党，不要说未来，现在是就是这个昌皇登基，而且大权在握，已经那个一定天下了。其他人黄珊珊那些人都已经是没有其他的跟他争锋的可能性。另外一个你要记得一件事哦，那一天在111的时候，高院他是直接驳回哦。他驳回的理由是什么？第一个，就橘子不是像你讲的，只是单纯的证人，他涉案甚深，而且他逃亡在外。第二件事情，他认为以你现在所涉的一个案件的这么多案件，你的重刑可期。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高院已经不是像之前发回地院再去重新更审、更裁，而是直接告诉你没有，我接受检察官的说法，所以直接是驳回你的申请。我觉得3个月不会是一个阿贝会出来的时间呢，所以换句话说，阿贝有可能这一次，搞不好明年的除夕夜都还在，2026年的除夕夜搞不好都还在里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跟你讲哦，人是很现实的，就是说大家是小丑是支持你啊，然后什么，可是你太久没有出现了。就会忘记啦，你就会变成坑在新猪白啊，新猪白啊，咋想到三不五时给你摆起来，生日的时候，对，但是真正在掌权的不会是他了，因为他可能出现2个状况，如果万一是没有阿贝带领的民众党，如果从此江河日下，那当然也不会有阿贝了。对啊，如果要是没有阿贝带领的民众党，还是一样声势在虎起，那也不需要你阿贝。对啊，就是现在带领的这2种看起来对阿贝都不怎么有利。我们今天光是这样已经1小时都没有讨论到柯文哲。所以我刚刚问你们为什么？好，黄国昌的时代来临了。OK， 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过程当中，范老师，你简单告诉我那天有几个画面？一个是在那个自由广场前面，然后黄国昌看着那好像是背影拍过去，看着整个那个前面，他是讲说在所有大型活动以前，他都会去现场先去看一下场这些。还有一个是等于扛着他们的那个旗子。进场的那个感觉，那些的画面，你可以解读出什么吗？这个就是一个，他很孤单，很孤独。那面对的整个这种大的一个广场，他这种千万人无往矣啊！
我带领的小草往前冲，啊，往了这，因为它这个很大的一个反差嘛。然后旁边这个举这个旗子，让他想起那个红卫兵啊。不过这个服装应该是25000里长征的时候的服装啊，小米加步枪啊，这就是一种诉诸第一个就是个人崇拜，第二个就是群众路线。那个德国有一个这个政治学者叫韦伯啊，马克思韦伯，他讲说这个政治人物的权力来源有3种，第一种叫法律型，就例如说。我黄国昌，我按照党章，我当选党主席，我就有权利，我就有 power， 或者赖清德当选总统，按照宪法他就有 power。第二种是叫血统型的，比如说根正苗红啊，我是金正恩的白头山血统，我继承了，我就是有这个权利。或者说我们说啊，柯美兰因为是柯文哲的妹妹啊，我有这个柯家的血统，我可以就继承了。那再来一种就是 charisma， 就是个人魅力。我觉得柯文哲是有个人魅力的。而且他也有血统性，因为大家说他228的后代嘛，受难后代也有这种血统。再来，他也有法律的权利，为什么？他是代表党员选出来的。那黄国昌有什么？黄国昌有法律的权利，但是他没有个人魅力。黄国昌跟柯文哲最大的差异就是不好笑。柯文哲讲话，这个当主席当这些要很好笑吗？好笑才有吸引力啊，对不对？那个动作啊，跑路跌倒，那多有趣味啊！而且金句连言。黄国昌就是念法律的嘛，就是一副就是啊，对，我们念法律的有，就是他很端端正正的嘛。啊，你看那个阿北穿着随便不拘小节，穿个高腰裤啊，也很少穿西装。黄国昌是穿西装打领带啊，对，衣冠楚楚，他有偶包嘛，所以他放不下，他当然想要。把柯文哲的柯粉拉过来，可是我觉得他们2个就是完全不同 style 的人，我觉得很难复制啊，特别是个人魅力这一块，就像人家讲幽默感，这个不是靠每天背那个笑话大全然后就可以有的，你要常常有及时的反应嘛。所以我觉得黄国昌如果个人的魅力不够的话，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把整个的民众党给掌握？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还蛮大的存疑。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你看到过程当中，那从定狗机一直到现在，真的叫黄国昌时代的来临了吗？对，但对柯文哲主席来讲，这个案子当然一定还是有很多的小吵，那希望能够把这个案子对柯 P 来讲是不是不公平讲了很多，可是一路延烧到现在，那或者前几天大家看到这整个案子对里面，我一直在讲。陈佩琪真的会告许富顺跟郑淑馨吗？那现在看起来他是真的告哦，他是真的告哦，他不担心他们手上有什么东西吗？我觉得陈佩琪现在有3张脸，他的一张脸是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就是用比较那个悲情诉求。然后就是说我一个人，我老公被就是政治国家机器抓去做冤狱我一个人孤家寡人，然后要对付国家机器，所以希望小草们大家要成为我的后盾，这是第1张脸。第2张脸是对黄国昌的脸，所以他在他脸书上也特别去讲到说非常谢谢黄国昌在黄国昌自己的父亲一个状况的情况之下，他还愿意出来接任这个党主席，代理党主席的大责任。为什么？因为刚刚提到这个，为什么用背影？背影是什么？父亲的背影。这个是我在花呀，对，意思是今嘛是我在花所以呢，我觉得陈佩琪某种程度上也是现在已经对黄国昌觉得以后我们柯家就有劳，就是我国昌老师来多担待了，把我老公从监狱里面救出来。第3张脸是什么脸？就是对许富顺的脸啊。对许富顺什么脸？这些人是当时有恩于你的，这些人当时是一砖一瓦帮你去敲门砖，帮你去抠人，没有你任何1毛钱，然后帮你去从那个台大医院地下室走出来，一步步踏上那个台北市长之路。他在那一本书里面甚至直接，我刚刚有看到文章写到张富美在当时那本书里面就讲到说，他们那个李佩玲账做的不清不楚，以后会有出现大问题。一语成谶，你现在还把当时帮你的人反目相向，然后现在甚至要告他们恩将仇报。我跟你讲，那台湾人台派的或者是独派的最讨厌一种人，廖北啊，伪棍。所以之前看眼里觉得说，你今晚有跟那里不是阮吗？不是阮跟你相听吗？不是阮跟你看行吗？你无搞阮的赛多下，你今晚搁搞阮葛。我觉得这个反而会激起大家的反扑。不，愚蠢至极啦！没有，你得罪全天下人都可以，你得罪当时你的财务长，你这头脑有问题是不是？那郑淑馨
当年所有人都知道2014年就是他的类财务长啊，到处带着他到处募款。柯文哲，你真的干净到每一笔钱全部都有申报吗？不是，到时候我看郑淑馨真的被告，郑淑馨到出庭只要传一个人叫陈志涵就解决了啊，大家记不记得？对。陈志涵在事发的隔天跳出来跟大家讲，我们那个钱拿回家之后，隔天就有拿去总部报账。不是郑淑馨只是说有看到现金进家里有怎样吗？许富顺是说他有看到有钱进家里，对，郑淑馨说他还亲自点给他，对郑淑馨有点给你钱，他有讲，我相信是真的嘛？对，你能证明他没有？而且陈山那时候还是记者的，根本还不对，不然没关系，陈志涵反正总之你证实郑淑馨跟许富顺无罪嘛。我回来讲当然陈佩琪是想要以送止棒，他认为说这个事情不能让他再继续恶化下去。可我要提醒陈佩琪跟你们全家人跟民众党的政治判断，今天至少我侧面了解郑淑馨跟许富顺，我跟他们多说有点认识，但不是到特别熟，但他们都还是有念一点感情。我问你一个问题嘛，许富顺到今天为止有跳出来上片政论节目把你给杀爆吗？没有。那这是以前你的学生，然后跟你有过很深厚的情谊，尽管10年之后人家对你失望，可是人家没有对你赶尽杀绝，可是你现在直接跳出来就把人家丢包，这会让人家怎么想？我看有可能最后真的是鱼死网破。我想到一个状况是，郑淑馨前几天他上有台的节目，他就讲到了一个故事，就是 NG149事件的时候，他说当时柯文哲就想要甩锅蔡壁如。为什么郑淑馨会提这一段？就是在提醒你们全家人啊。当时 MG149出来之后，他们去找了那个顾立雄的律师事务所，然后呢，郑淑馨转述现场的情形是，柯文哲居然在律师事务所现场直接跟律师讲说，有事就叫蔡壁如负责，然后郑淑馨转述说，现场所有的律师全部傻眼，然后呢，现场的律师直接讲，没有，我们只处理柯文哲的案子，你不要跟我扯别人。然后后来这个事情就被当时所有在场的帮忙柯文哲打这官司的幕僚跟团队讲说。你看，现在当时就开始丢包了，就你的习惯。虽然 MG149当时后来面对的是 OK，所以最后政治上没事情，可是你的习惯是当时就想要全部推给蔡壁如，那最后这些人最后只会脆心嘛。不过现在看起来，将军，橘子，因为橘子一直到现在很妙，他真的就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好，不管他回不回来啊，所有那些，但是大家讲，包括李文娟是木可的名义上的负责人。可是透过这一整段，大家才知道木可的角色、李文娟的角色，很多的这一类。像李文娟，他如果要是要拿账户或什么，那时候不讲，他也要是橘子给他的。当然。所以橘子当然在这里面，你不管怎么说，他真的不是一个爱玩的小朋友而已啦。这橘子他可以帮柯文哲指定哪个账户钱进去。这个比老婆还厉害啊！你真的是问这个陈佩琪说，我要帮柯文哲汇一笔钱给他，佩琪姐，我要汇到哪个账户？他还说，我问问看柯文哲。橘子不用问，直接告诉你。这不是我说的大家可以看，这是起诉书里面清清楚楚224页里面写的。被告李文娟在侦查的时候供称，李文忠口头跟我说要处理柯文哲的授权金多少钱，100万。李文忠的意思是说，叫我从木可的公司汇款100万到柯文哲账户。那他说，那汇去哪里啊？那他说你去问橘子，这直接讲的你去问橘子。那徐子瑜说，那我就提供第一银行账户给李文娟。然后呢，他就汇进去了。那他为什么相信李文娟？为什么相信橘子告诉你的账户就相信呢？因为他说他是柯文哲的随行秘书，所以我才会找橘子要。那么跟橘子要的时候，他有说要汇给柯文哲的肖像权、授权金等，并且有李文娟、徐子瑜在112年12月13号赖的对话记录，明明白白的，这是可追踪的可以确认的。那么由徐子瑜传送给柯文哲第一银行账户存折的封面给被告李文娟，所以汇进去。那这个事情，那个柯文哲说他不知道，柯文哲怎么会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李文娟说徐子瑜告诉他我要汇100万，徐子瑜告诉他汇到第一银行柯文哲账户。各位，有一个人要汇款给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你的司机或是你的助理或是你的朋友，他说，你直接汇到这个银行就好。那当事人知不知道？你不要管，你汇就对了，一定会知道。所以柯文哲一直在强调说，木可汇到我个人账户里面的钱，我不知道。按照这个检察官的起诉书，就完全戳破他的谎言嘛。
按照这个检察官的起诉书，就完全戳破他的谎言嘛，就是橘子第一个不单纯，橘子可以代替柯文哲决定钱汇到哪个账号。第二个，你不用去问柯文哲要汇去哪，钱汇到哪里，问橘子，问徐子瑜就知道了。所以徐子瑜还单纯吗？还只是一个喜欢玩的小女孩吗？还是只是一个证人，可以帮你指定账号，可以帮你成为柯文哲的代言人？所以李文忠这一点他是真的说对了，他的代言人绝对不会是李文忠，也不会是这个蔡壁如，而是橘子，可以帮你处理钱的金流的问题。可以帮你把钱拖去交给李文忠。你看，橘子在这个地方有2件事哦，他有交钱给李文忠秘书这个特助的事实，他又有收钱指定汇到柯文哲账户的事实。所以，我既可以把钱拿去交给李文忠的秘书，我又可以代表柯文哲去收李文娟汇钱到账户里面的账户号码，又能支又能收，这还是局外人吗？这还是单纯的证人吗？所以橘子滞留在海外不回来，我觉得不是为了保护橘子是单纯，而是橘子回来，柯文哲真正的金流就曝光了。因为真正接手处理，不管是收或是支，都跟橘子有关，都跟徐子瑜有关。所以柯文哲说，他不重要。当一个被告说一个人不重要的时候，他就很重要。为什么？他回来会让整个案情大翻转。当一个这个被告他提出抗告的理由，居然是为了捍卫说橘子不重要，你们不用叫他回来，他只是一般了不起是个证人而已，就表示这一个人对整个案情铺天盖地的重要。所以为什么现在开始大家不太去谈柯文哲了？柯文哲能用的招已经用完了，弱化橘子的影响力，然后就是不联络橘子，告诉大家橘子只是一个小女生，她跟案情无关。可是当这些起诉书大家慢慢的去翻，慢慢的去看，发现检察官在里面不只是乱讲推测，这是有凭有据，证人的证词，再配合上第一银行账户进出的金流，所以柯文哲不能再说橘子是一个一般的人。那么当然，民众党对于徐子瑜从头到尾不提不问，叫他不要回来。为什么？他们也知道，这个人如果回来了，他们的神主牌就倒了，神主牌倒了，民众党才真正的烟消云散。范老师，其实检方有很多一些上一次扣进化成那个土地，大家就讲那釜底抽薪嘛，本来现在就是这样。那现在变成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可能也要处理那个20%的那个容积奖励那一块。现在再继续往下，应小薇台北的房产5000多万，直接申请扣押，意思就是反正我刑事打，也许刑事打有一些人也许羁押一阵，他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自由。可是羁押一阵，而且已经被扣了，你就认了。那你只能熬那段时间。但是接下来你会知道，连你的安身立家之地，然后都被整个要抄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哦。你可能会因此，搞不好大家可以谈，可以什么什么都有可能会出现的。陈佩琪当初说，我记得他开直播的时候，他说他们家被抄家灭族。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因为这现在都只是还没有涉及到财产的问题哦，包含会不会有财产不明罪、来源不明罪哦。那现在是北检他申请这个应小薇在台北市的5727万的房产扣押，那法官同意的，那接下来检察官会不会也要求对其他的被告也采取财产的扣押？我跟观众朋友报告，检察官的动作就我先扣。这是保全动作，对，你们大家都不要在过程当中想到有任何买卖一些，等到如果侦办完，假设真的有人犯罪定验，那就回头去看你的所谓的犯罪所得，如果犯罪所得没有被查出来，还差多少，我就从你这里面扣，我就去拍卖你的房子，然后就从这里面扣。对，所以说陈佩琪哭了嘛哈，他说这个检联搜索像蝗虫过境啊，他说怀念父亲的存折。也被收走，我不晓得这个存折里面是什么，爸爸也是什么怀念给他奖学金啊，还是什么东西的，我不太懂了。但是我相信他们家的存折应该是被没收，被拿走，对啊，还有一些房地产的地契，可能都有哦。那我觉得现在就变成说，检察官觉得说我是不是也要先扣押柯文哲的财产？那这个对变成说，就是说对于陈佩琪来讲，他搞不好他未来的账户都不能动用，他可能他的房地产都不能够买卖。那这个东西就很严重，那我觉得对他来讲是一个
致命的一击，因为现在目前来看，并没有影响到这个陈佩琪他在财产上的运作啊，或者他现在他的小孩子，他的这个柯富尧、柯富荣、柯富轩在国外，那个花费都很多的哦。如果他们在国外没有工作，像柯富尧他在这个日本的东京大学念博士嘛，他应该是没有工作，他的生活费是靠谁给的？是靠陈佩琪给的。如果这个一断掉之后，我觉得他们生活会遇到很大的影响。那还有就是像这个你说这个沈庆金也有可能哦。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检察官这边是开始往财产扣押这一块来做，这个会直接影响到生活品质，而且影响到不是当事人，是他旁边家属全部都有可能会被影响到。对，因为现在对陈佩琪来讲，他没有什么实质影响嘛。你说柯文哲被压，但心里面不开心，或者是觉得很孤独，但他实际在生活面他不影响。可是当这个财产被扣，而且葛奥影片的财产还有陈佩琪自己的财产，因为你是太太嘛，搞不好你的存款也被扣押。你的这个，他已经今年要申请退休了，他如果要退休金都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致命的一击。怎么样？那一天吴子嘉董事长他有爆一个料，他说就他所知，现在沈庆金已经拿陶朱隐园来跟地下钱庄借钱。然后陶朱隐园我们都知道，事实上他之前已经有借贷过，应该也是几十亿吧。然后呢，他那时候因为透过自己左手卖右手做了一个价格，就一瓶大概600万嘛。他们说现在好像是用一瓶在80万，然后要去跟市场借，哇，那代表着他的资金，他的一个财务可能会出现一个大的一个骨牌般的效应，所以我觉得这对沈庆金来讲，可能会导致他到后来会不会真的因为如果他这样坚持不透露的话，搞不好他整个微金集团会被人家吃掉。OK， 那当然你说像沈庆金有没有拿房子用这样的价钱去做质押，这个还需要再去做查证的一些，可是。显然，检方的动作看起来是一步一步一直在往下走，但是在那天，你从礼拜6的一个定国基，然后一路到现在，对于柯文哲来讲，对民众党、对黄国昌，所有的要怎么样去应对在政坛发生这样一些变化？但同时，在定国基的现场，另外一环，我不知道林涛，请问一下，媒体上有报道说，在那个一的那个活动，就定国基那个活动里头，蓝营有在那里面做，包括或蓝营的支持者啦。民团有人在那里面做了罢免的联署啦，要罢免绿营的人，有没有这一块？有没有看到？武哥，我先讲一下黄国昌，因为这跟罢免也有关系， 就是到最后的合作嘛。我先讲，因为刚才讲说，那民众党还有谁嘛？没有看不到啊，就是黄国昌。你说啊，那个黄国昌如果把台湾民众党做得很强，阿北不就被遗弃了吗？但你要站在他的角度想，他不会这样想，他会觉得黄国昌带领台湾民众党越强，司法的战越可以有底气。所以你要站在他这个一个当事人的心情来想嘛。第二个，我觉得陈志涵当然代表现在新的台湾民众党的新的意志嘛，黄国昌的意志，蓝白合，这是好事，这是好事啊，这个立院才能合作，罢免才能合作嘛。所以你看到现在在这个自由广场有一些年轻人在摆摊罢免吴思瑶，而且当天的意向书就已经高达2300份。我必须说哦，这群年轻人有一些是国民党的助理，现任的，有些是已经离开的。也有一些青年团的志工，那也有一些小草，也有一些素人，确实都有。然后大概8、9位、10来位，然后在这边组成一个摊位，就把意向书提出来。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要告诉这个民进党的冠廷在这边，林右昌也好，或是赖清德也好。他们一方面讲说，我们没有要发起大罢免时代，这个罢免是不健康的，因为当时候林右昌操盘基隆，结果不好嘛，所以他当然不希望每一个地方都要操盘，那变成我林右昌压力最大。可是柯建铭又不是这样想，柯建铭加上赖清德的嫡系林俊宪，他们是想要在第2阶段开始罢免的，所以我觉得带蓝营会有情绪。那今天我觉得朱主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不会人不犯我就不犯人，你不开战我也不会开战。可是现在的阶段我们是备战，而当你真的开始2月1号过年完烽火连篇，那么以战止战，以罢止罢，一定是一个非常可能的一个做法，但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过去、现在，不管自由广场还是现在各县市，有些年轻人，无论你的背景，有些小草，有些是素人，有些是蓝营的，只要他们启动，我们都尊重他们的一样的判断。来，关你。我觉得国民党要想清楚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如果今天真的全台大罢免，就两边都报复式的罢免启动之后，现在人民是对你们的立委仇恨值比较高，还是对我们的立委仇恨值比较高？我
我的看法哦，民调上来看，跟各种的迹象来看，国民党如果以结果论会被罢掉的人比较多。这我的看法。第二个就是说，我认为赖清德主席、赖清德总统跟林右昌秘书长在过去这一阵子谈话，是承受极大的我们的支持者的压力，要对国民党释出善意。礼拜四现在说媒体报道说会见面嘛，然后说和解会嘛，哈，然后说什么两边交换意见啊。其实老实讲，赖清德总统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国家内部不是内耗，是我们现在这个国际局势上面，我们台湾面对很多挑战，我们要处理好。可是真实情形就是，我们的支持者很大一群人对于国民党的立委的厌恶跟讨厌，是已经整个压起来，这是我们现在内部的矛盾了。说真的，我们内部矛盾就是说，我们的领导者跟我们国家机器上面很多事要不要做？比方说，前几天我们就了解，我们现在叫经济部跟各个单位在研究我们中小微型企业未来怎么样让这些企业转型，占我们台湾8成的企业、9成的员工的这一些怎么样，不只是补助帮助他们转型，在处理这个事。我们去年的经济成长率亚洲最高4.多%。怎么样能够让贫富差距缩小？这是国家运作该做的事，所以现在很麻烦，就是说国家运作该做，然后我们的领导的这一些领袖们，他们认为说我们应该好要稳住，要往那做。可是我们的基层已经压起来，我们基层的那个，我说呢，我现在到哪里啊？去菜市场啊，然后去所有的跑通啊。没有一场没有人跟我讲说国民党的谁一定要罢免掉每个人怨恨的不同。有人跟我讲傅昆萁，我说他在花莲有人跟我讲叶元之，他在隔壁板桥有人跟我讲徐小新，就说那个状况已经很强。所以我觉得是大家都要，我赞成朱立伦讲的一句话啦。朱立伦主席讲，他呼吁说我们大家要放下仇恨，一起合作。可是我客观讲，过去这段日子以来，赖清德总统跟林右昌秘书长，至少我们党的对外的态度是真的希望我们可不可以看怎么做？那可是我第二方面也要讲哦。当然，蓝营一直在操作说我们党团啊，柯总召啊，有一些立委啊，态度跟我们中央好像不合。其实不是啊，我们党团的第一线，他们是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对于党团他们的看法也是尊重民间团体的看法尊重。可是如果以目前为止，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尊重公民团体发起的相关的活动。可是我们党真的没有去介入，可是后面会怎么样？五哥，我最要讲，过完年之后，2月1号之后，新的篇章开始会这样，没人可以知道。那现在我觉得现在就是从总统带头，然后释出最高的善意。那我们未来还是有很多福国利民的事要做，看看你怎么谈呢？不，任俊，现在看起来的话，当蓝白刚讲定国跟的现场，然后陈志汉的表现，然后林涛也讲大家都翻页了，所有这些。所以看得出来，在立法院蓝白的合作会越来越紧密。那对于赖清德总统来讲的话，对于行政院来讲的话，未来的法案的一些是不是还是胜货会比去年的整年会不会来讲会更艰苦？如果真的是这个样的话，罢免一路往下走，可是一路往下走，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各自子弹都上膛，只是还没扣扳机。现在真的就是这个样吗？2月1号以后就天天是烽火连天的吗？我觉得这一次柯文哲的这个定狗机的这件事情柯文哲就是被蓝白拿来做向上人头借来用因为他最后还是要走司法的判决。那司法判决的这件事情，你还没有到那个阶段里面，因为接下来说实话，真正要抗议的是柯文哲的律师啦。就民众党这些人，老实讲，他那个证据有没有怎么样，那个律师他最清楚嘛。那你如果说律师也跟着跳出来讲说我觉得哪边不合理，我觉得可能还说服力大一点，但现在没有嘛，所以那个叫政治上的语言。那我觉得为什么讲说借柯文哲的向上人头一用？因为就诚如刚刚主持人说从头到尾大家虽然在讲定狗机，但谈的都是黄国昌。对黄国昌来讲，那也是重要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民众党跟黄国昌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叫做黄国昌的民众党。那你如果说律师也跟着跳出来讲说我觉得哪边不合理，我觉得可能还说服力大一点，但现在没有嘛，所以那个叫政治上的语言。那我觉得为什么讲说借柯文哲的向上人头一用？因为就诚如刚刚主持人说从头到尾大家虽然在讲定狗机，但谈的都是黄国昌。对黄国昌来讲，那也是重要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民众党跟
黄国昌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叫做黄国昌的民众党，已经不是柯文哲的民众党了嘛。所以对于黄国昌来讲，他现在透过这个国民党来，当然会笑脸迎人啊。我觉得那不叫翻页啦，难不成要把国民党轰出去？来的又不是钟小平，来的不是游淑慧，我何必对其他人这样？而且你既然来挺，对嘛？我当然是希望壮大我民众党的声势嘛。对国民党来讲，他也没差，为什么？因为反正关进去的也是民众党的人嘛，也没有看到国民党的人出来帮应小薇声援啊，应小薇还是国民党的议员呢，应小薇也喊冤啊，各位国民党的朋友们，你们怎么不替他喊一喊司法破案？对哦，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想，就是各取所需的这个状态下，你说立法院，我也不认为蓝白会不合，即使没有定勾机的这件事情，大家还是一样嘛。只是让这个事情让大家会觉得说，哦，好像蓝白在这里面，哦，各自有各自的看法，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在这件事情，好，大家结合了。好，今天看起来国民党的说法，民众党会不会这样发了，我不知道，但最少他们讲叫做翻页。可是，在每一个地方，你可以想，如果要是民党要罢国民党的人，我相信透过最近这一阵子的氛围，那应该是民众党的一些不分区委员或是议员一定会到场。是去挺国民党的要被罢的人，一定是这样嘛？那国民党如果要罢民进党的人，那白营的立委跟那些一定会到那个场子去，变成主攻也好，助攻也好，然后去罢立委的人。所以这整个大罢免就变成白营在这里面，就跟蓝营来讲的话，就这罢免现在就是一分为二啦，蓝白在这个地方，绿在地方，大家互相开枪就是这样了。因为主持人讲的就是我们过去看到几次的这个罢免案其实被罢免人都会陷入到那个两难的局面，就是我要低调以对，冷热战，还是我要热战正面强蹦。那我认为经过这一次之后，就是所有人就是正面迎战，热战，好，那绝对就是热战。会不会到全面的大罢免？老实讲，我个人态度一样，我觉得很难。我因为全面大罢免是指41跟38，大家全面。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因为很简单那个地区有没有这样一个氛围可以完全形成？我老实说，我觉得不管国民党或民进党自己会评估。但是少数的特定区域一定会有，就常坐在那边那一位的那一席因为他本身已经进入到一个阶段了，对他来讲，他当然一定要热战，因为你这时候不热战的时候，人家会觉得就是说，你在躲嘛，你在干嘛嘛？当你说的那位委员站在定国边，在张立善旁边，那刚讲他是啊，就某种程度他也觉得。白营一定会支持他这一块，然后包括刚讲，如果在张立善旁边，然后云林同乡会也会支持，想法一定都是。上个礼拜那一位坐在这的时候，我们大家好了就有人吃了，没关系啦。他不是佛地魔，他是佛地魔，名字可以讲啊。不是，因为总是不要一天到晚把它拿出来定嘛。对，主持人还记得吗？那天他还在挣扎，到底是出去要不要去，然后去了要不要上台，还是要在下面打卡拍照这样这样。就我觉得他接下来就是很简单，就经过了这个定勾机之后，蓝白各自释出对彼此的善意之后，那以后就是所有的正面迎战嘛。我补充一点这一次的这个2月1号以后，我认为民众党虽然他们不会被罢免，对啊，但他们不会缺席。当然，他们不会缺席。为什么我说民众党不会缺？我分析一点如果一个区域或全国只有一个人被罢免，绝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忍，因为只有你一个嘛，我跟你随着你起舞，事情不就闹大了？可是如果烽火满天，不要说38跟51，只要超过10个立委，在全国同时罢免。没有冷战的空间，一定热战大罢免，对，那就是大罢免，对，那一定热战。那为什么我说这次白营不会冷却呢？因为不管罢免成功与否，如果罢免成功了，你认为民众党就弃权吗？他也会派人出来，所以他会在这个东西以战养战，但我一定会选边站。但是我要强调一点为什么陈志涵改变了？他以前是对于蓝白合是有意见的，因为黄国昌在去年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大家记不记得？柯文哲比较心软，我比较直，也就他这个话不是对外讲的，我认为是对民众党党内，就是柯文哲签了6点条约要蓝白合之后，你们这些人哭一哭闹一闹就让他撕掉了，我黄国昌的决定，你们怀疑我，你们就滚蛋，所以为什么他们闻到这个味道了？包含陈志涵这些党里面的这些同仁，如果你违逆柯文哲可以讨论。可是如果你忤逆黄国昌，你只有一条路，就是滚蛋。所以整个民众党会从柔性政党，黄国昌接任之后会变得刚性。所以以后民众党的里面的党员，你要知道，如果黄国昌下命令你不服从，那就是离开。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2月1号的罢免行动，
民众党不会缺席，为什么？以战养战，他看到那个区域，如果不管是如果是蓝如果被罢掉，说不定我民众党上来拼到一席哦。如果在这个活动里面，我有角色，而且让我从无名小卒变成一个众所皆知的政治人物，他获利。所以我觉得这一场的罢免行动，如果10席以上，不管蓝绿同时进行，非热战不可。我先讲哦，罢免没有不分区的戏啦。不分区的就是站着讲话不腰疼嘛，绑来假逼婚礼的化修，每个不分区都可以很大声。他就是要来化修的，他一个化修就好了，就是哇，站牢了罢，不，民众党就这状态嘛，对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人罢掉，他就出来说你们有多可恶，对，然后就支持罢掉谁，不，这个我们划掉，把它切掉，好，不分区的都全部切掉。现在状况这样啦，柯建铭总召喊的是说，那把国民党41席都罢掉，国民党回应是，如果我们敢这样做的话，我们也不怕，你们有38席也准备备战嘛。我说如果真的，我想我们有2种共识，一种是大家都和平，另外一种共识是如果你们也赞成柯总召这建议，那其实就倒戈就好了，回来原点嘛。他们一定不可能，不对，可是我说逻辑问题嘛，就这个逻辑的谬误嘛。柯总召提的，虽然说那个赖总统说尊重啊，柯总召有他想法也尊重，好啊，柯总召认为说45席罢掉，蓝的不是说不要啦，大家要和平，蓝的说我们把38也罢掉，不是啊，41加38，那就全国了嘛，节省社会成本，其实只要蓝愿意，就是提倒戈，一切重新来啊，我们选输，看以后的下一届立委也会比较，我们就会低调了嘛。啊，如果你们选输，你们也会低调了嘛，这样子会比较平和了。我建议具体建议，只要领导同意就可以了。我补充，因为你先说好了。对，我觉得冠廷真的是我们还是要将心比心，因为所以看到这些立委要重选，因为他们也出来蛋，就是花的资源嘛。好，那第二个呢，我其实很欣慰，我欣慰，其实冠廷刚才有提到朱主席提到放下仇恨，因为大家觉得说没有必要嘛，那现在是怎样？还是把立委改成2年选一次？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嘛，2年就要选一次，这些立委一定3条线 CP 值超低的，怎么我选上了马上要选一次？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刚才冠廷讲，他说不分区立委化修啦，柯建铭也是不分区啊。他又没差，他党团成员的概念。那结果吴思瑶怎样？吴思瑶面对蓝白的压力，他一定踹一弹嘛。而且现在如果是大罢免时代，我说真的，以现在的这个氛围，蓝白一定针对，如果可能会成案，一定是合作的。OK， 我不知道，我是觉得政治人物喊放下仇恨，跟我们想法都不太一样。如果讲政治人物都对喊，大家都放下仇恨，来把刀都放下来，我们大家这个就是把刀放下来。没有，他们一定就是摆在背后，然后再继续谈。我觉得感觉上都这样，范老师不都这样的感觉吗？其实我觉得真的说大罢免就是刺刀战的了。哇，就是肉搏战，就大家上刺刀，然后就比各自的支持者的 DNA， 还有你的这个所谓的你们的动员能力，就是冠廷讲的，其实民进党的公职其实压力非常大，而且。因为他们支持者的愤怒是非常几乎快压不下去了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股力量啊，已经不是民进党可以驾驭的了。民进党根本压不住。OK， 那问题是说，那国民党当然也可能反罢免，他们唯一就动员就是仇恨，就是我们对民进党的讨厌，或者我们对这个用这种方式，我觉得这2种力量到最后怎么动员起来，怎么发酵起来啊？我觉得就只能看结果了。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对国内来讲，2月1号以后会不会真的是腥风血雨、漫天烽火，真的会有大罢免这样吗？那这值得大家观察。可是除了这以外，在你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亲朋戚友在洛杉矶，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一场野火。说实话，对居住在台湾人，我们可能会习惯要跟地震共处啦，要去习惯这些事，但是你没有办法想象，任俊是洛杉矶，它其中一个火场，因为好几个火场嘛，是一个火场就烧掉了半个台北，是，然后到现在财损还没有止住哦，财损已经是5兆，对，这是什么数字啊？而且这样的一个状况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办法去停止哦。那当然，现在整个的情况哦，包含到这个墨西哥这边都已经派人过去了。对，那据传说，现在连这个加州政府啊，洛杉矶他们这边啊，甚至还去监狱里面找这个刑期在8年以下哦，然后平常表现良好的人，问他们愿不愿意哦去协助救火如果愿意的话那等到这个事后还可以折抵刑期，折抵刑期，因为确实啦，就是这一个火一直烧的这个状态之下，他其实遇到了一个状况就是说这边有提到。因为你现在有12000栋的建筑物，造成到目前为止最新我印象中数字已经到16人死亡了。
那现在很奇怪的是，到底为什么一开始火烧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知道连川普要这个接任这个美国总统嘛准备要就职了，他都直接去骂这个洛杉矶这边说，你们到底在干嘛？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控制今天的这样子一场的这个火势哦？那现在大家初步调查就觉得很奇怪的地方是，他们的水库跟他的消防栓的资源分配居然非常的不平均。也就他面临到非常多在这几个地方，尤其像你知道他那个洛杉矶有些地方它是标榜就是天然美景嘛你又在海边，然后可以远眺这样，所以有很多豪宅区都在这个地方，都在那。那我如果没记错，那个社区叫什么太平洋断崖的那个社区啦居然发现到他连114个这个消防栓，只有3个消防栓的水那边可以用，就他说，所以其他是装饰品吗？就是没水啊，没水了，就发现它没水啊，干了。114个这个消防栓，只有3个消防栓的水那边可以用，就他说，所以其他是装饰品吗？就是没水啊，没水了，就发现它没水啊，干了。后来再，但这件事我也不懂，因为这有人讲出来说他们砍了什么消防的预算或者是。但你砍预算跟这个水不会有关系吧？水应该还是应该有啊。好，其实更不懂为什么更奇怪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在检讨的几个第一个就是消防的预算的他们那个关于水的预算其实是有增加但是并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去，所以增加到底去哪里不知道这里面还牵扯出来，他们有个水利局长，现在也被骂，为什么？你知道他的年薪水利局局长的年薪是如果折合台币大概2000多万，你会觉得他为什么年薪这么高？你知道吗？因为当时洛杉矶这边他们就觉得说，我们这个御用官员希望从民间借财，那你找民间来的时候总是要给人家高薪嘛。那高薪把他挖来之后，觉得他应该做的事情，他下令做了一件事情，就回应了刚刚为什么消防栓没水，因为他检视完了之后说，我跟你讲这个水库有些问题。这个水库它的蓄水它的供水有问题，那他做了一件事情，我们整修水库，把水库给关了，所以他本来有一个水库本来还能用的，他现在把它给关掉了。就他现在开始往人为的方式去调查，就是说你天然的火灾的，因为他们最近又遇到焚风了。对，说实话，就是说他整个那个风势在吹的时候，那你这个很有可能，因为他们现在讲说接下来很有可能是在中强度等级的焚风，那这个也有可能在增加火势的这个状态。可是你今天如果连水库也没有，都关掉了，甚至还讲说什么？你知道他们还有一个水库。因为呢，有一家这个食品公司，它占有这个水库57%的股权，所以呢，他们这个水库70%左右的供水都给那家公司，那家公司干嘛？你知道，因为他做食品要种什么坚果类要干嘛？那农作物需要灌溉，所以反而那个水库大量的水往那边走。就搞到最后出现的这个状况是，我觉得很多人很难想透的是，社区里面怎么可能会没有水？消防栓没有水，然后这个也没水，然后烧到今天变成这样。美国现在大概开始不是只有往天灾的方向调查，而是有没有人为的因素导致这场火烧成这样。如果你看到相关的一些影片的话，你终于明白那几句话，什么叫风助火势，火仗风威。你完全可以想象那样，当那个风吹起来，跟我们大概在台湾是台风等级了。然后那时候火在烧的时候，一般来讲的话，大家都知道，你一定很聪明，你会想到这应该很早就想到开防火巷啊，开出一条就是坚壁清野，中间打掉，让火烧不过去。你以为那些消防员，你以为他们都不知道吗？你以为他们都傻了吗？没有人能够想得到。各位，你知道他们在过程当中，一般开火巷，他们开多大？你自己去量一下，2公里，2公里很大吧？中间全部弄掉没有用，那风一过去，整个继续烧，你能想象有这种事吗？所以他们不是不救啊，那要该有水。洛杉矶在一般来讲的话，它下雨不见得多。它靠的是雪水一路流下来，在水库里面，所以他们的水呢也不缺，但是它需要那个雪水流下来用这样。所以这次说消防栓没水，大家也不懂，
不会这没有人理解5兆已经损失5兆，那人命当然更珍贵。然后那些又真的是，你只要到洛杉矶去过，假设你是去玩的人，导游一定会带你去看所有那些地方，对，告诉你哪个明星住哪一个。结果现在管你是哪一个明星什么那个房子，那个前后的房子对照比，你会发现哦，原来房子烧到最后烧得这么干净。现在好像只有汤姆汉克斯的房子还在，其他还都不在。所以大家问说他到底是什么建材哈？我跟你讲，我觉得从这一次事件，你真的会觉得很可怕。什么可怕呢？就是德不配位这件事情所衍生出来的一个灾害有多大。主要原因就是说，他们当时在洛杉矶整个加州，我们都知道嘛，他们就是很讲究环保啊。所以呢，其实像你这一种本来已经是比较干燥的地方，其实你要剪裁那些树枝、树叶啊，不要就是这样子长成非常茂密啊，很重要。但他们那时候又提出就是说，哦，我们要跟大自然共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乱去剪它，所以我们就是要让它自然的去成长，所以他们很多的那个树枝什么都没有剪。第二个，他们刚提到水，对不对？他们以一个说我们要去保护一个三角洲银白鱼还是白银鱼的，他说这个鱼非常的特别，长得很小。他说这个鱼非常的特别，它要非常干净的水，所以呢，你这个水你要不断的流它，不断的流它，你不能拦截它。你如果拦截的话，这个鱼它就会死掉。所以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水就这样子冲入大海，没有拦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消防栓没有水，因为没有拦截，很多以前什么拦截棒那些都没有，所以他们就川普在去年10月选举的时候，他说你这个蠢到不可思议，你明明这个水是要拿来水目的是要干嘛？就是要防止火灾，你要用，结果你把这么多的水拿去弄一个1.11价值都没有的鱼，然后大家是那时候讲好好笑，哇，神预言，就是真正发生的时候，你觉得一点都不好笑，你真的觉得不可思议，然后再加上那个消防局局长，他们就说：“等一下，消防局局长，你们怎么感觉上整个消防就是好像有一点完全乱无章法，没有头绪？”然后一个女局长，你知道她说什么吗？她说：“我的专业是在性平，我不是来救火的。”她说：“不是，你是消防局局长，对。但是他们当时聘过我是因为 LTBG 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性平，我们要多元，我们要包容。当性平委员会主委就好了。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政策要推展到所有的，所以呢，我是消防局局长。”然后我不会救火，所以我刚才说德不配位这件事情用有关系的，因为你的政策的关系，护航你所有的政策颜色对就这不是讲到这颜色对没有，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说为什么说是人祸？当然是人祸啊！你用一个根本不懂得救火的人当消防局长，公孙球啊，那个加州州长长得很帅哦，那个很像那个本来人家还认为说他是可能下一次要挑对。就后来到我的时候，问他有什么政策，他就打电话，他说：“我打电话给我们的那个拜登总统，我已经打了5通，他没有接电话。”就这样。所以你的任务是打电话，对，找外援，对，然后他没有接电话，拍谁哦？然后拜登后来回电说：“啊，这个人说啊，那另外我当阿公了。”就是让人家觉得你整个到底在干什么？然后拜登后来回电说：“啊，这个人说啊，那另外我当阿公了。”就是让人家觉得你整个到底在干什么，所以人家才会说还好。唯一庆幸的是，就是这一次他们会认为还好，后来是变成真的是川普当选。就是说有些事情是这样。环保当然好，可是你为了救鱼而把这么多的水资源拿去救鱼，而罔顾所有人的性命，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全世界各国其实都要引以为戒。对，环保一定重要，但中间这整件事情会给大家什么样另外一个省思，包括怎么样去权衡。但范老师，可不可以简单告诉我，这次大家凸显了很多美国人。其实大概所有的，包括他们需要社会保险的，房子要有保险的，保险非常重要。但这次发现有很多市长，就是像这样天然大火，他们不保。为什么？哪有这种事？对，是因为私营的保险公司，他觉得评估完，他们之前就发现有问题了。对，所以，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在加州的很多房子是木质的。应该就叫最容易，应该最需要最容易火灾的问题。对，你如果是钢筋水泥的，可能还不需要。那另外，它附近有这么多的森林，
所以我觉得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保险公司，然后他们早就已经洞察先机了吗？因为他们觉得我保了之后，我可能要那个理赔，如果这次整个火灾下去，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理赔。那可能很多保险公司都要倒掉。那为什么保险公司知道这个风险的存在，那政府不知道？而且我是那个居民，我该去跟政府反映啊。连保险公司他们在商言商啊，他们都知道有可能发生这么大型的火灾。那你政府为什么是这样的态度？是这样子？我觉得这次有点就是，当然它也是天灾，包括我们看到什么干旱，去年11月干旱，因为每年11月份加州应该都会下雨。第一个它叫做圣塔安娜风啦，它是一个非常快速，每小时161公里的风。那往常11月份的这个下雨呢，会让这个圣塔安娜风它就比较小，不会这么大。这是一方面没下雨，到处都是干燥的。第二个助长了这个圣塔安娜风。再来他们有个叫做高速气流，它也是助长造这个火势一发不可收拾。那刚刚讲过的人祸啊，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左派跟右派。就是我们知道因为现在的州长跟洛杉矶的市长都是民主党。那民主党在美国就是左交啦。强调这个环保啦，强调人权啦，强调多种族啊。那川普是什么？川普是极右派啊。所以他们说这个什么岳阳公鱼，刚刚讲的那个鱼，它是一个半咸水半淡水。他们为了要让这个鱼啊保育，第一个他们不从加拿大引这个血水进来，他们觉得会影响我们这个河流，我们保持它的纯洁性。然后呢，刚刚讲过，他不要设水坝，因为水坝可能会水里会含氧，会这个鱼啊可能会藻类。他们讲的是这个。那就变成说，你完全靠的是环保，你轻忽了救灾嘛？那川普是什么？川普一上，他第一任退出什么巴黎气候协定，我根本不跟你搞这个东西，我不跟你讲那个虚糊的这个环保，我就是经济。所以他现在一上台，他接下来这个月他干嘛？大量的大采石油、天然气，所以他就是根本不跟你讲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现在，然后加上这个州长纽松啊，就是刚刚讲过，他就是一个民主党的，非常传统的。然后他的这个市长叫巴斯，当时发生他这个这个非裔的发生火灾，他人在非洲，他在非洲就做一些活动啊，这个。然后刚刚讲过，他7个月前他删除了1800万的消防的预算，那大家会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呢？你根本就没有在做准备。OK， 难怪消防栓拿不出水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反而让川普很爽。为什么？他刚出的预言全部准了。而且他这个右派的很多人本来因为我们知道加州本来都支持民主党。OK， 他们反而觉得说，我们这个水呢，这个州长没有用啊，我们也有一个大开大合、有魄力的人来当领导人。他们反而觉得川普好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即将上任，反而让他因为这场火灾啊。他掌握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舆论的一个力量。OK， 但政治是一回事，不管怎么说，这个加州野火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真的扑灭？因为在很多的地方，你看到火灾烧的那些地方，包括你电影里面看到的美国国民兵，然后包括所有的这些警察，所有的道路全部封，你不要想进去救财物啦或什么，因为人命毕竟重要。可是当你看到野火燎原一路下去的时候，真的什么时候能够止得住？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国内的政坛在2月1号以后也会这样的星火燎原一路焚烧下去吗？那我们大家看着国内的政坛未来的发展，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希望明天我们明天见，拜拜。